今天我在台湾传统菜市场看到1斤高丽菜才台币9元，是我这阵子看到最便宜的一次。大家赶快趁高丽菜便宜的时候买回来，动手做这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tin Wang TV， 我是 Kistin 芭乐妈。今天呢，我想用高丽菜和香菇来做双色的高丽菜水饺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吧。准备1颗高丽菜，今天用3片高丽菜。我习惯从后面把高丽菜剥下来，这样高丽菜比较好保存。先把高丽菜拿去清洗，高丽菜洗好了，现在来切细丝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高丽菜放入盘中。准备3朵鲜香菇，把它切成薄片。再换个方向，把鲜香菇切碎，把鲜香菇放入盘中。准备2片黑木耳，放入热水泡软。准备100克的中筋面粉。3克的玫瑰盐，放入50克的水，缓缓的搅拌，分次加入。搅拌成像这样子面絮状后，就可以用手搓揉了。已经搓揉成团了，现在把它往内压，缩成一个圆形。放在碗里，让它醒面10分钟。盖上一个盘子，防止接触空气。可以用回原本的碗，放入50克的中筋面粉，放入1克的玫瑰盐，放入1汤匙的有机小麦苗粉。有机小麦苗粉可以在里仁素食超市买得到。放入30克的水。搅拌成面絮状后，一样用手搓揉。用有机小麦苗粉搓揉的小面团也成型了。现在一样收成一个圆形，往内推，可以了。盖上个盖子，醒面10分钟。用回原本的碗，放入50克的中筋面粉，放入1茶匙的姜黄粉，1克的玫瑰盐。放入30 cc 的过滤水，搅拌成面絮状后，用手搓揉。旁边的粉可以用面团沾一沾，再继续搓。用一样的方式给它收成圆形，盖上盖子，醒10分钟。准备1/3条的红萝卜，先削皮。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片。把红萝卜切丝。把红萝卜丝放入盘中。准备半包金针菇，把金针菇切碎，把金针菇放入盘中，把金针菇的根部捏碎。黑木耳泡软了，把它卷一卷，切丝。木耳切完丝后，中间再切1刀。这样子比较不会那么长。把黑木耳放入碗中，准备10克的姜，把姜切片。再来切姜丝，把姜放入碗中，取一个平底炒锅，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油已经热了，放入金针菇。用中小火慢慢的炒，金针菇炒至变色，现在放入红萝卜，
快速的翻炒，炒到现在可以感觉到红萝卜有稍微变软了。现在放入鲜香菇、黑木耳，继续拌炒。鲜香菇变软了，现在放入高丽菜，放入1汤匙的水，快速的拌炒。拌炒均匀，现在来调味：半茶匙的玫瑰盐，1/4茶匙的白胡椒粉，1/4茶匙的2砂糖，把调味料炒匀。哇，鲜香菇的味道好鲜好香哦！炒至所有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在砧板上撒上一些粉类。面团已经醒好了，放到砧板上面来，搓揉一下，把它搓成一个长条状。搓成长条状后，对折，切一半。白色的面团先放旁边备用。现在来搓绿色的，绿色的面团搓揉一下。把绿色的面团搓成跟白色的面团一样长。现在用擀面棍擀薄，擀的时候左右要宽一点。把白色的面团用绿色的面团卷起来，封口捏紧。封口捏紧后，左右给它推一推，变成一样的长条状。现在分割成小面团，在小面团上撒上一些粉。现在用擀面棍把它压扁，擀成一个中间厚、周围薄的面皮。右手一面擀，左手一面画圆，这样才会擀得均匀。可以了，夹些馅料，放到水饺皮上，整理一下，压一压，中间先固定捏起来，用虎口把左右捏紧。我们的水饺完成，塑形一下。黄色的面团也醒好了，搓一搓，松弛一下。现在可以搓成跟白色面团一样长，用擀面棍擀成宽宽的，跟刚刚一样。擀好了，把白色的面团放上来，包起来，封口封起来。封起来后，再搓成长条状，把它分割成小面团，撒上一些面粉，压扁，可以了。中间捏起来，做一个不一样的形状。这边到中间捏起来，左边也一样，拉到中间捏起来，把2个角捏起来，像这样子，因为这是黄色的，很像元宝的形状。现在来煮水饺了，热一锅水，水已经滚了，放入少许的油，把水饺放进来烫，用铲子往内推，以免粘锅底。大约煮了2分钟左右，倒入半杯水，继续煮。水已经滚了，放入半杯水，水已经滚了。因为这是直接包的水饺，所以放了2次的水就可以了。
冷冻水饺就要3次。继续来烫黄色的水饺，往内推，以免粘锅底了。水滚了，加入半杯水，让它再次煮滚。水再次滚了，再放入半杯水。水再次滚了，水饺也浮上来了，可以关火沥干水分。黄色的水饺做的比较小颗，真的好像元宝哦。现在来做水饺的蘸酱，在酱丝里面加2汤匙的酱油，适量的香油，黑醋1汤匙，白芝麻半茶匙，拌一拌，水饺酱就完成了。双色水饺是不是很漂亮呢？用小麦苗粉和姜黄粉这样做的双色水饺，简单又方便，还可以摄取到不一样的营养，孩子们一颗接着一颗吃，太好吃了！欢迎免费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新影片通知，还有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